人家都穿裙子，你凭什么穿裤子？你这样真的不像个女孩子。当然要这样才好看呀。这样不要搞特殊大家啊！都这么喜欢，人设壮嘛，差评好丑啊！你别这样了吧？跟他不是呢。哎，你这样真的很不 OK。他们都会怎么说你啊？我性格比较，就是比较张扬，或者说任性。他们的质疑就是对我的打扮，从小，包括我跳的舞种也是男生跳的舞蹈。那个时候觉得街舞是小混混跳的舞蹈，短头发，包括我跳 popping 的舞者，一般穿的都是那种直筒裤，然后暗色的服装或者白灰黑。我的妈妈就会觉得说，你为什么每天都像老大爷一样？对，就会穿的那种直筒裤这种，然后呢，跳舞又 man， 更像一个小男生。其实好多人骂我说东北话，真的是我当时觉得东北话怎么这么是一个我自己的一大黑点，我都不敢说话，然后嗓子粗我也不敢说话。妈妈当时也是对我要求很高，就打电话骂，你看我说了多少遍了，都是说了让你细着嗓子说话，你就是不这样，没有人想要看你粗着嗓子说话，就没有小姑娘像你这样子的，大家不会喜欢你，怎么一直骂。我当时哦天哪，就打击很大。我小时候其实跟我现在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那种，我妈妈说我们在一大桌子吃饭，经常如果有个地洞，她就愿意钻下去，因为我经常就是语出惊人，说很多就是很可怕的话。有一次我就是和我妈妈还有一群人坐在一个车上，有一个他就一直抱着我，然后我就坐在他腿上，前面都讲得好好的，我就说阿姨你长得好像水蜜桃啊，阿姨还很开心，就说哎呀水蜜桃，说为什么呀？我说因为你身上全都是毛，然后我妈妈就说我的天哪！从10岁开始剪的短发，从小本来就喜欢打那种，比如说打步枪，或者是喜欢熊的那种公仔，所以我就觉得短发更适合我，更干净利落一点，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是短发。我外婆说我小时候就是给我穿那个腿袜嘛，然后上面有那种花，说我自己把它拔掉了。就是我小学的时候，就可能是自己更喜欢更酷一点的东西吧。我那天跟我的那个工作人员讨论嘛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平常那样，就现在这样，对我来说才是一种自然。你让我就是去特别正经的，对我来说才是很多人觉得我演戏跟我本人不一样。什么，少城主，我怎么样，你很难过，我很难过，拜拜再见这种，我就觉得我自己这样的，我才觉得这是我最自然的状态。我总共进团了7年，我到第4年我才有名次，我前3年完全没有名次，查无此人的那种。一说 SNH48，你们就觉得肯定都是可爱呀、萌萌的，穿小裙子跳舞、萝莉呀这种感觉，不会觉得有个我在里面的。就是很少有人觉得我这声音又粗，性格又大大咧咧的，长得又高又壮的，就感觉跟这个团格格不入。就是我自己找不到自己，就是我进来很迷茫，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样，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孙瑞，就这样一直掩饰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用普通话，然后就是什么地方都小心翼翼的那种，就让大家觉得不了解我。我其实跟大家隔着一堵墙，然后粉丝也不了解我，粉丝了解的我就不是我真正的我。我想做那种很酷的音乐，很舞曲的音乐，然后我就可以实现。然后呢，我想穿我觉得很 OK 的衣服。很 OK 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？就比如说我想穿西装。我想穿怎么说呢？就是起码是很有气场的衣服吧，但给我们觉得那种粉粉嫩嫩的那种运动装，那种背带裤，就是很可爱。然后出道的音乐也是，包括我们会去提说这个歌其实不适合我们，但是公司已经买好了，就是你必须要去做。我一开始穿的是裤子，然后后来我看着裙子，他们说就是穿裙子更适合我，然后说可爱什么的。然后我说好啊。当时其实我们彩排的时候我也穿了裙子，我可开心了，我还在转，我说你们看我的裙摆，然后就特别好玩。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录的时候，就正式开录的时候，就又想穿裤子，就觉得很舒服。
就是虽然我穿裙子在那玩，但是我总感觉自己没有穿裤子一样，就感觉自己没有穿，就没有安全感，就是跳着，而且那个舞台又是在移动嘛，这样移动过去就很害怕，尤其我站在那个边上，我感觉我下一秒就要跳下去了。可能对于我概念中的出道的女团真的是差距非常大。我们其实出道以后走的是日系风，走的是剧场公演，然后握手会、机长会，然后1周演2次，同样的表演，同样的 talking， 很多粉丝就会觉得说，你明明可以表演更精致的舞台，然后就这样有点消耗粉丝的心态。每一年总选其实挺失落的，因为大家都想得到名次。你看着所有人领着奖杯，你就看着他们走到那个塔尖，你就只能坐在下面看着。你其实那个事情很失落，而且你进来这么多年了，有那么多的后辈，你也想让后辈看到你更好，但是你就做不到，你就一直在下面跟他们一样，就是坐在下面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失落，你就会开始找自己，我在团里寻找自己。希望也是告诉所有人，就是你一定要做自己，你只有做自己了，大家喜欢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喜欢你，不喜欢的人会因为你做自己，他会慢慢了解你的性格，他也会喜欢上你的。如果你永远不做自己，就真的没有人会了解你，也不会因此喜欢上你。第3年下半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让大家真正的做我自己，真正的了解我。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演不了。排名第18位，来自于 SNH48 Team S2 孙瑞，排在第17位。孙瑞排在第13位的成员孙瑞。如果我再有什么行动，拍电视剧啊或者什么采访，他们还是会说，但很多人也是说很可爱啊，很真实啊。恭喜虞书欣成为《青春有你》第2季第1次排名公布的第1名。谢谢大家。还是会顶着压力吧，但是我觉得起码那样我呈现出来的主题曲是我最舒服的状态，而不是我去凹一个我更不自然的状态去表现的。因为我如果对别人很热情的话，就是我是逼着自己跟别人社交，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我甚至可能有点讨厌他，会有这种感觉。下了这节课，然后他就给我戴在了头上，然后我当时想，好奇怪呀，这个人说很多东西，还会有人跟我来展示他自己的才艺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非常就是渴望有更多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。我每次还很好奇，他们上台为什么要涂很多白在那个腿跟手上？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细致的人？后来我现在每天都涂，现在每天都涂，超级打脸的。有一次后采，因为当时打光也没有打得很白，然后加上我的粉底本来就暗，从早到晚录制到凌晨，我的那个眼已经拖到了那个下巴，快感觉要掉的巨黑。然后呢，我整个人就巨黑无比。然后呢，这黑眼圈掉到地上，哇！
就此以后我的阴影非常大。然后呢，就是还有很多人扒这张图这个后采，因为很丑，非常丑，那个时候就是太丑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告诉自己一定要用最白的色号。我今天还是够白吧。上微博搜索可爱又迷人的他，看更多可爱又迷人的独家故事。上知乎搜索可爱又迷人的他，围观他们的幕后故事。